Cardano 值得持有吗？什么时候 Cardano 才会上涨呢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 Cardano 目前的周线级别图表。你可以发现呢，相比于其他币种，尤其是比特币 ，Cardano 的走势至少在我们 ETF 通过以后的这段涨幅呢，是完全差强人意的。它仅仅只有在当时2023年的年底的附近表现的不错，不过到了我们今年呢，它表现的是非常的弱势。那我认为呢，其实我们要讨论值不值得 Cardano 的时候，我们看的并不是 Cardano 的图表，而是 Cardano 对上比特币的强度。我们要去观察一下 Cardano 还有比特币相对的强度如何。所以我们来看到 Cardano 和比特币的比值，你可以发现呢，目前呢，我们依然在持续的创出新低。其实各位朋友们，这个是不正常的状况哦。通常一个普通的山寨币呢，就是至少以现在大多我们看到的山寨币来说呢，基本上都已经开始拐头了，只有 Cardano 还在往下走。那并不是说它就不会涨，而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过往周期，什么时候才值得持有 Cardano， 什么时候 Cardano 它才会开启惊人的涨幅呢？或者说可能开启惊人的涨幅呢？它一定是有时间的，而且我认为不是现在。好，那我们来复盘一下啊。其实 Cardano 它是一个比较老的币种啊，它其实当时从2017年的牛市就已经存在了，当然了，它是2017年的年尾才出现的。那你可以发现呢，其实我们当时21年的牛市的时候 ，Cardano 已经要到了牛市很后期的阶段了，才开始上涨。它大约要到2020年的12月28号才开启了非常惊人的涨幅，相对于比特币。其实我认为，以山寨币来说呢，如果它的涨幅没有大于比特币，没有优于比特币，那根本没有持有它的必要。那我们直接持有比特币就好了，因为比特币在下跌的过程，它绝对是最能抗风险的。你可以发现，我们当时在21年呢，其实我们要真的到了后期，2020年的12月28号，我们才开启 Cardano 相对于比特币非常大的涨幅。其实我们在黄色的区间呢，才是值得持有 Cardano 的时候。所以我认为，如果我持有的话，我只会在这个区间持有，只会在这个区间之内持有。那现在到了这个区间了没呢？我们来观察一下，周期的变化。20年的12月28号，如果我们看到比特币的盘面上等同于什么时候的价位呢？其实我们已经到了很后期了。当时这根 K 线出去之后，我们的比特币的价格就慢慢的接近顶部了。如果我们要数据化的话，我们在105天后呢，我们就看到了比特币的顶峰。那你可能会说，我们当时不是在69000吗？不对哦，我们当时冲锋69000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山寨币没有像我们前面这么疯狂哦。毕竟我们要讲求的是 Cardano 这个山寨币，所以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段行情，而不是后面这一段。后面这段的话，你可以发现 Cardano 跟比特币的汇率它是没有再次重逢的，并没有哦，它后来就一路往下了。你可以发现确实就是如此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只关心前面的顶峰，而我没有去看后面那个69000顶峰的原因。那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现在距离牛市顶峰有没有可能只剩下105天呢？我认为是没有机会的。即使你最快，我们在今年年底我们看到牛市的顶峰，那 Cardano 会疯狂的上涨，这也都要到年尾的事情了，可能都要到9月、10月以后才有可能发生。即使是以最快的情况之下最快的，其实我们现在牛市就是如日中天，它离尾端呢都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要走，所以我认为现在其实不是时候而且如果我们去观察2017年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更是这样子。反而我们在当时21年的时候还表现的比较缓和了。我们当时在17年的时候那就更夸张了，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呢，其实我们汇率疯狂的上涨是从2017年的11月6号才开始的。我印象很深刻，在2017年的12月17号，我们到达了我们牛市的顶峰。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当时17年的11月6号17年的11月6号那是什么样的概念呢？其实就已经是最后一波上涨了，你可以发现，我们这根 K 线走完之后呢，后面只剩下1个月多一点的时间，我们比特币就见到了牛市的顶峰了。所以 Cardano
作为山寨币，它其实上涨的最精华、最值得抓住的时间，只有在牛市的最后一段上涨。那我们很明显的，我们现在离这最后一段上涨是有一大段距离的，是有一段时间的。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硬要去拿着 Cardano， 尤其在现在走势这么弱的情况之下，牛市的时间是有限的，涨幅也是有限的，我们的资金更是有限的。我们要想着如何在有限的资金之内去创造价值最大的涨幅。你可以发现，它真的就是最后一段啊，牛市的最后一段上涨才会轮到山寨币，尤其才会轮到 Cardano。你可以发现，在当时17年就是这样子的。然后我们在20年的时候呢，20年、21年也是这个样子，基本上已经最后一段了。它可能在上涨的时候，已经慢慢的接近顶部了。那我们现在的比特币，你认为我们离顶部有到那么样的接近了吗？以时间上来看，以价位上来看，我认为都不成立。所以其实现在呢，持有比特币一定是比持有 Cardano 更好的选择。这也是为什么各位朋友们，我们现在依然坚定的持有我们的多单。我们之前从$44,900就一路做多到目前$7万，即使我们的仓位价值不大。对，以太坊我们从$2000就一直做多到$3500，你可以发现我们吃到了非常惊人的涨幅。那我们现在总和的利润呢，已经来到了800多万的台币了。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，如果你也对这个收益感兴趣的话，那么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现在只要 KYC 入金$100就送你$30的现金哦，就是可以提币走的。那 OKX 你只要 KYC 入金$50就送你$50的体验金，已经做到1:1了。我认为这两个活动都非常的优惠。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Bitcoin Dominance， 你可以发现我们现在呢，没错，我们受到了趋势线压制。那这个趋势线它会不会突破？我们应该怎么走？应该怎么布局呢？其实我们可以观察，一样是周期。我认为比特币是在这个金融市场当中啊，唯一它的周期是固定的，是稳定的，有一定的时间的。所以我认为加密货币它绝对是比其他的金融标的呢更有投资价值，因为它更好抓。我们做这个比较不会被庄家玩弄。你可以发现呢、我们当时呢大概在这个位置。然后它是值得呢持有比特币的时间，牛市开始的时候嘛，你可以发现我们比特币见底的时候，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我们再回头看一下，当时比特币见底的时候，大约是在这里，也就是2018年的12月。2018年的12月，你可以发现，如果我们从2018年的12月啊，就一直看到现在的话，那你可以发现呢，我们的Bitcoin Dominance 是上涨的，就表示比特币在整个加密货币的市占当中呢不断的增加，就表示持有比特币绝对是最划算的选择。那这段时间其实走得非常的长，大约是多久的时间呢？我们看一下大约是2年啊，1年365天嘛。那我们这边走了731天，大概就是2年。所以从熊市底部呢到山寨季开始，大概会维持2年的时间。尤其你可以发现我们后面这一段时间，也就是我们用蓝色框框所框出来的时间，它才是值得持有山寨币的时候。那我们在黄色框框持有，我们只会不断的错过比特币的涨幅，并且山寨币都不太涨，就像现在一样。所以这段时间我们会维持2年会维持2年，从熊市底部到结束会维持2年。那我们现在已经走了多久呢？我们现在从熊市底部到现在不过就是500天，确实也走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了。可是我们离结束呢，大约还有200多天的时间。那我们真的要在宝贵的牛市，每4年只有1次的牛市里面，要浪费这宝贵的200多天吗？我认为到200多天之后，我们才会迎来山寨币的大爆发，会有的，一定会有的，我相信一定会有的，但还不是现在。而且各位朋友们，好，我们再多说最后一句，大家都知道我们在5月23号，我们会迎来以太坊 ETF 的最终审判。其实各位朋友们，如果说以太坊 ETF 不过的话，我认为这绝对是对于比特币的利多，对于以太坊是利空，对于加密货币
整体行业来说也不一定是好事，但对于比特币来说绝对是利多，因为如此一来，比特币ETF 传统金融的资金要通过 ETF 进入加密货币市场，它就只能流入比特币了，它就不会被分散到以太坊过去了。所以我认为，如果这个消息它落地了，更会让比特币定于一尊。其实，在5月23号，以太坊 ETF 通过的几率一定比不通过来的更小，不通过的几率比较大。虽然说没办法说死，但是不通过的几率一定比较大。那我认为，如果不通过的话，有可能就会成为我们的 K 线呢，来突破这个下降趋势线，成为 Bitcoin Dominance 突破下降趋势线的契机，非常有机会的。我们拭目以待。非常感谢各位，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哦。对了，我们频道最近开通了会员功能，很欢迎各位可以加入。即使呢，你加入的是比较初级的，我们会有很多支免费的教学影片，有图文观点，还会送你衣服1件，真的是非常划算。还有免费的实体聚餐。那稍微高阶一点的呢，我们有当前的行情影片，还有 Bybit 的周边套组，那还有每半年就有一次的高级实体聚餐活动，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加入。拜拜。